静静吧恋人，好久不见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我应该是作中之作吧啊，作姐在此。秦先生说过一句话，说你若不作，我必不负。隔了几年之后呢，我发现我若不作，他必负我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其实啊，太懂事的女生啊。最后呢，哪一天突然不懂事的时候，男生就觉得你很作，但你每天都很作，你哪天突然特别懂事了，秦先生就觉得我老婆真的特好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，到底有哪一种作是你能接受的，哪一种作是不能接受的哦。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我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在开会呀。开会和我谁重要啊？当时就有时候是这么说，你们现在这么对我啊，是不是受够了？你可不可以理解我？我要工作，我要赚钱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在开会。把工作辞了，工作只让我去。工作重要，听明白了吗？工作重要。我不工作，天天指望着你养我吗？我不工作，天天你的信用卡自己去还吗？别因为我对你好就得寸进尺。你站那，你是不是想分手？你想分就分。这就不叫作了，这有点过了，就有点无理取闹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不能左手也想拿着，右手也想拿着，不能说我又要你养我，我又不让你干活，这不可能嘛。我比较建议女生是明确的说出来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原因，因为你问他哪个重要的时候，他是懵的。就男生跟女生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度里面是感觉不一样的，女生就会一直盯着手机。2个小时还没回，啥？才过了5分钟，就这样，然后敷个脸，才过了10分钟。可是男生可能会觉得，哇，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，这个做不完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在一个不同的时间长度里面，比较级的事情真的很多。我从来没有在我先生面前跟他做过任何比较性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是无可取代的，谁错过我，都是他倒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。女朋友做怎么办？比他还做。哎，亲爱的，过来抱抱。你不耐烦了？我怎么又不耐烦了？那为什么不来抱我？我不得把东西放下，然后再过去抱你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东西扔了，还要过来抱我呢？为什么要看一眼才把东西放下？还不过来抱我？现在也没用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抱，我不要了。经典反套路。是的，这种事我小时候干过。就女生有时候会特别在意很小的事情，想要被满足。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，你内心那个没有被满足的小女孩，跟那个满不满足你的人真的没关系。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报道，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，说不要教会你的女儿廉价的爱情获得的方式，比如说赞美你啊，带你去吃饭啊，给你倒杯水啊，其实都是最简单的付出方式。但最高成本的付出是什么？对你的责任感、家庭的平衡，在有孩子的时候能够给你强大的安全感，这种才是高阶层的付出。就一提到这个，我就想到我最近干的一件事情，就有点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对。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然后因为一个什么事情，他就给我发了个红包，然后我就拒收了，我就觉得这样没有诚意。然后我说你这样吧，你给我点1个礼拜的下午茶，我想让他为我费心思。第1天、第2天我还觉得还挺开心的，觉得挺用心的。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就生气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他点的是跟第2天一样的一个东西，这个太作了。因为你让别人猜，别人猜不对了，然后你生气了，猜中跟猜不中跟适不适合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也许这个人就是猜过100个女孩了，所以谁都就特别会猜啊。你想，如果他跟你说你给我7天不重样，然后你自己就给他7天不重样，他可能没感觉，只要是你买的就好了。但女生反而要求很高啊，你不但要给我买，你还有7天不重样。这么比较起来，男生还是爱的比较可爱一点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下一段啊。你在干嘛呀？你帮我选一下哪个当小红书封面首图比较好？就这张吗？你怎么选的这么快？
就他好看呀。那说明其他都不好看是吗？我没有这么说呀。那你要是认为每张都好看的话，你会这样反复的挑选，然后这样放大，然后你就难以抉择，最后再告诉我还是选这张吧。那你说最好嘛？那这张肯定是最好啊，但其他照片是吧也很好看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选来选去，我就是觉得他。你好敷衍，不想跟你讲。看完感觉怎么样？要说我可能会崩溃，不想恋爱了是吧？是的，真的是完全。那个男生态度还挺好的，就很温柔的一直在跟他讲。我也觉得都很好看，为什么要那么纠结啊？就女生真的是会这样写，如果是女生朋友，就你看我哪一张好看，女生就会说你这个脸再修瘦一点什么的。你让一男的这样帮你挑，太危险了。他如果对女孩这么细致的话，有可能也用这么放大去看别的网红妹妹了。就是撒娇没关系，比如说你都好敷衍，然后他下次就知道配合你玩一下这个游戏。我觉得生活里有一种小情趣可以，但如果这个后面是真的生气了，那就有点尴尬了。这一直说女生作不公平啊，男人他很多很作的地方呢，很多很作的地方。比如说吵架了，我就不低头。对，不说道歉也很作。有时候女生的作是因为男生自己太作了。不要以为会吵会闹的才叫作，有的时候不说话那人更作。作的方式不一样。对，而且那种作是耐力赛，真的。听到没有？是。但我曾经碰过我一个女朋友的大作，我觉得是完全不行。她跟男朋友吵架之后呢，就跑去夜店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拉了一堆这个男生，然后喝酒拍照发到朋友圈里去。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过了底线了。因为女生很喜欢用让对方吃醋，是的，让对方不高兴来报仇，你知道这种报复心理。我过得不好，你也别想过得好，就这种，这是真的不行，这已经不是作了，这不健康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男生界限感很强，如果没有界限感的男生也有问题。如果一个男的非要你出去说，我外面好多人追我什么什么，这男的说。别，只有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去演《还珠格格》吧，是不是？就真的不适合。对，所有的情感大家都一定要记得哦。作与不作呢，最容易衡量就是你们两个想不想往好里过。你只要每一次想要开始作的时候，你脑子就过一下，包括男生，就是我这个东西是想往好里走，还是想把它往坏里作没了。这是很重要的。你一旦能够在这个里面判断，恭喜你，你的感情就成熟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静静吧恋人，大家好呀。最近常聊到一个话题，就叫差异化。恋人之间也有很多差异化，但这种差异化到底呢是会被祝福呢，能够被包容呢，还是说很多人觉得还是要门当户对？有了女儿以后，就会特别希望说这个男孩照顾她的时候呢，是能够配得上咱们家米粒的。虽然才6岁。我已经开始舍不得了，他爸已经开始要杀了那男的了吗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到底现在有哪些差异化引起话题的吧。又到了这个熟悉的体验卡环节，你现在关了，体验啊，关了，关不上，够不着，够不着，开心，体验卡结束喽，走了。当你有一个比自己矮12厘米的男朋友时，也是体会到被依靠的感觉，有那味儿的家人们。有时候好像在拉着个小朋友一起走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身高差介意吗？我之前有前任是1.85米嘛，我们俩就是相差30公分。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，体验感是非常好的。一个男的能够呵护一个女的，可能是其实更多的是他的内心，他内在是个巨人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全世界大部分的企业家都不是很高。反正乍一想到的，对，大家想一下互联网，电商类，你不说但是他们配的老婆都比他们高。所以我有当企业家的潜质。你这个也很刁钻哦。有的时候人家说啊，被浓缩的就是这么多了，对吧？可能给了身高，就没有给了做生意的能力。总得打开一扇窗吧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这个，如果我是爸妈的话，我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他的能力跟人品，但这会是一个条件，但它不会是绝对的条件。
还有一种外貌上的差异，就旁边人很爱说闲话。我之前呢刷社交媒体呢，就刷到一个胖胖的女生，然后这女孩特别能干，但是呢她的男朋友特别帅，然后所有人都在下面说他是为了你的钱吧，你那么胖他怎么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呢？然后你小心他迟早会跑，什么就这种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恶意满满呢？其实很多爱情呢，久了以后人类对这个审美就是会疲劳嘛。那久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跟他在一起的回忆啊、点点滴滴啊什么的。像现在我有时候都记不住秦先生长什么样子，都是张东升的那张秃头，阴影太深。其实我觉得把更多的眼光放在关注自己内心上，而不是去关注外在的人怎么评价，对吧？就像秦先生，我刚开始跟他姐弟恋，那我跟他讲说，他说我是跟你过，又不是跟他们过，关他们什么事呢？那就表示他很清楚。他跟你要走下去的那条路，他是怎么隔开那些杂音的？在我们相处这8年当中，这个声音从很大到现在就基本上没人在管，而且我们甚至带起了一股姐弟恋的风潮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个小奶狗，这也不能播。希望所有恋人呢，在遇到外界阻力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心里觉得自卑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因为要过的是你们2个哦。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差异吧。我会愿意，我不怕陪他吃苦，怕的是这么苦了他还不上进，不愿意。女生大部分都能做到莫欺少年穷，但是男生无法做到不负糟糠妻。我愿意陪你坐在自行车上，可就怕我坐在自行车上了，你还让我哭。哎，这个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那些女孩都死鸭子嘴硬。你之所以会担心，就是因为你会做。你要不会做的人就直接说不会，我就想过好日子，而且我不但想自己过好日子，我也不麻烦别人，我自己给自己过好日子。通常女生会说我怕我怎么样，是因为她肯定做过，或者她有这个担忧，肯定她是愿意付出的。就女生很爱说反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女生越敢于付出的，其实越怕受伤害，她越容易说出那番话。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先定义什么叫吃苦，先不要去想这个男的会不会对不起你。如果你带着我有好多的不知道在你身上，我有好多的东西想要挖掘，我有好多的好奇心对你，我们还能走到哪里去，我们还能一起成长到哪里去的时候，这不叫做吃苦，我觉得这叫一起体验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，对吧？那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辜负你，那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不是这个男的的。你要记得生命的积累，每一刻都在积累自己的厚度。现在啊，就女生越来越强了，对吧？然后男生越来越难了。这个表情啊，现场的摄影大哥们每一个都皱紧了眉头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，就女强男弱这种爱情，我们先把它规范在经济体系上吧。那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就是我有很多男性朋友，就比如说我的舍友啊、我的同学啊，他们就会经常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努力啊，好想有个姐姐来救救我。”就这种。我已经死会了。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男生他也是不介意的。那可能对于我来说，我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。那你呢？我跟我对象有一段时间，可能几年之前，我们在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刚恋爱的时候，我的工资会比他高，我能感受得到他会有一点介意。但后面到现在的话，他工资也比我高了，因为他一直在努力赚钱。我觉得他有点介意，但我不太介意这个事情。我觉得女强男弱不是问题，而是如果男生很享受这种弱，在这种弱里面也就习以为常是个问题。我之前有一个按摩的老师，她老公在家看孩子，她出来帮忙，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动，因为其实家庭主妇在家里很辛苦的呀。我自己做过5年全职妈妈嘛，这个男的并没有觉得我在家带孩子我弱，我觉得女强男弱这个词本身是有问题的。在平等的付出上是对等的，对吧？他把家里带好，他虽然没有去挣钱，女生在挣钱，但是他付出一点没有少。这种平等的付出，可能比外在看到的强弱是更重要、更珍贵。